看似如此美貌的女子，转眼间直接把几只小金鱼活活生吞了，随之又打起小猫的主意，因为这些宠物对她来说只是食物，她的宠物是这只巨蟒。女人叫小美，她是由蛇养大的女孩，智商只有3岁，连最简单的音节都发不出。而小美出现在人类世界的原因也很简单，我们的研究已经证明，紫光草含有超强的 DNA 修复能力，这种元素能治疗人类的大多数疾病。我们现在唯一能做的是找到紫光草的栖息地，收集更多的样本。为了谋取暴利，准备派人前往无人区探索。经商量决定，独眼男为领队，2艘竹筏缓缓驶进无人区。殊不知道危险悄悄逼近，河里有一道白色身影，静悄悄从他们底下游过。那是一条通体发白的巨蟒。突然，巨蟒猛地发动攻击，船员被它掀飞。只有科学家小帅慢慢沉下水底。昏迷中，小美跳入水中，把他救了上岸。而爬上岸的船员迅速在林子里布满炸弹。设好埋伏，与巨蟒展开大战。一人射出激光绳，直接缠住巨蟒的脖子。巨蟒被激光绳困住，已经无法挣脱。剩下的几人对着庞大的身体疯狂输出。独眼男抓准时机，对准张开的蛇口，一发电磁箭射出。可就在这时，一身蛇皮的小美从草丛中冲出来，用自己的胸肌挡下这致命一击。见小美受伤，巨蟒狂怒不已，他用力挣脱激光绳，一口吞掉一个。等小帅赶来，大战已经结束。他跑到小美弟身边，拔下小美身上的电磁剑，抱起小美。等小美醒来后，发现自己已经处在一座房屋之内，身上插满了不知名的管子。小美害怕地坐起身往屋外跑去。小帅发现之后，立马追了出来。可小美弟移动速度实在太快了。小美来到3个工人面前，工人们都看呆了，从来就没有见过这么狂野的美女。一人看得入迷，不小心将电线放到同伴的手上，电流顺着身体传到充满水的地面上。女人也不幸中招。而就在这时，远在丛林中的巨蟒仿佛感同身受，传出刺耳的叫声，一个猛身扎入河水当中，要去寻找小美。而小美被赶来的小帅救下，他再次将小美带到实验基地，小心地替她擦拭头发。小美见到小帅并没有坏心后，就放松了戒备。小帅觉得女人每天穿着蛇皮也不是个事，于是就决定开始调教她人类的生活。渐渐的，小美已经开始熟悉了人类的生活。与此同时，巨蟒已经游入了人类城镇。晚上，巨蟒在街道上搜寻着小美的气味，它躲在一棵大树之内。小女孩将平衡车追到树下，巨蟒又开心地将其往回推，像是在做游戏。女孩好奇地往树下滑过去，抬头一看，发现一个近40米大的舌头。面对眼前的小女孩，巨蟒想她帮忙拔出尾巴上的毒箭。在小女孩拔剑的同时，远在房屋内的小美同样疼得发抖。直觉告诉小美，巨蟒就在这附近。小帅立马带小美骑车寻找。可等他们赶到事发地，却只看见一滩蛇血和一支箭。进入城市的巨蟒已经引起恐慌。得知消息的幕后老板老白很兴奋，他是小帅的上司，便命令小帅利用小美当诱饵，立刻抓住巨蟒来进行解剖。但经过这么久的相处，小帅已经对小美产生了感情。一边是从小培养自己的公司，一边是心地淳朴善良的小美。小帅的内心十分纠结。他带着小美来到公园里散心，两人走到马戏团内，小帅跟小美诉说着过往。可谁知就在这时，灯光突然被熄灭，上千条红点瞄到他们身上。小帅被电晕，小美被抓在铁笼之内。实验人员拿起电子头盔放到小美头上，千条妹果断将力量调到最大。小美痛不欲生。远在城市另一边的巨蟒立马心生感应，他在街道里肆意穿行。等他找到小美时，周围已经设好了埋伏。巨蟒知道有危险，但他还是义无反顾地用头撞击铁栏，直到自己无法动弹。在巨蟒丧失行动能力后，实验人员开始对巨蟒的肚子进行解剖。而小帅醒来后，径直走到小美身边，可小美已经失去了呼吸。悲痛的小帅直接准备采取高压电击。就这么一电过后，小美猛然睁开眼睛。与此同时，另一边的巨蟒也睁开双眼，伤口也开始自动愈合。工作人员看到后迅速撤离。巨蟒冲破束缚，来到外面，无数的子弹向他击射而来，但丝毫不起作用。人们开始边战边退。巨蟒猛地一甩尾，直接将汽车打翻，人类阵营损失惨重。第二天，巨蟒载着两人重返原始森林，
回到他居住的洞穴，可还来不及高兴，小帅就发现巨蟒身上竟然被安上了跟踪器。老白已经带着全副武装的雇佣兵来到这里，他一心想得到让巨蟒生长的紫光草。小帅走上前劝阻，却被一枪打中膝盖。见小帅仍旧死死抓住他不放，老白下一枪对准了小帅的心脏。洞内的巨型蝙蝠被枪声吵到爆裂的发起进攻。老白阴差阳错的走进洞内，看着满地的紫光草，他兴奋的吼叫：这下真的要发财了！但他还不知道自己即将是一具尸体。小美像幽灵一样来到他的身边，同时伴随的还有那条巨蟒。巨大的倒影一口将老白吞下，只剩下那只酸菜味的皮鞋。小美来到奄奄一息的小帅身边，面对曾经调教过她的男人，小美哭了，泣不成声。她终于掌握了人类的情感。